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今天这期视频我主要跟大家推荐10款非常好用的软件。这10款软件是完全免费的，功能非常的强大，而且涉及到各行各业。如果你拥有并使用它们，就等于你赚到了。好，现在我去电脑上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吧。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我的电脑上了。今天我们说的第一款软件就是这款 Everything， 它是一款文件快速搜索工具。我们都知道这个 Windows 自带的搜索功能，它速度是非常慢的。比如你要搜索一个文件的话，比如说搜索背景的话，它速度是很慢的。大家可以看到它们进度条是很慢的，但是如果通过这款软件的话，那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去安装下，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点击下载这个安装版，它下面有其他的版本，也有便携版。我们点击安装版吧。我们点击打开。然后下方是选择语言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安装。我这选择中文，点击 OK， 接受，默认安装就行了。这个好，它现在又安装成功了。这就是它打开的界面，界面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要搜索我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或者文件的话，我只需要输入这个文件或文件夹的这个名字就行了。比如说我输入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只需要输入背景就行了，它很快就出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通过这款软件的话，你就可以达到秒搜你电脑上的任何一个文件或文件夹。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款软件，就是这款Audacity， 它是一款完全免费且开源的跨平台的音频编辑软件。这款软件比较适合这个音频或者视频制作者。这款软件是非常有名的，很多的专业人士都在使用。不仅支持这个音频编辑，同时也支持这个录音的功能，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也非常的容易。它除了标准的这个音频录制和编辑选项外，还具有这个多轨混合，采样率高达96千赫兹，并且每一个样本都高达32位。同时你可以通过添加相应的插件来增加它这个软件的功能。我们现在去下载，给大家演示一下吧。我们点击下载，然后进入以后，它里面有3个选项，第一个是 Windows 版的，第二个是 Mac 系统的，第三个是 Linux 系统的。我这里就选择这个 Windows 版的吧。然后下方有2个安装程序，第一个安装程序是包含这个用户手册的，第二个这个压缩包没有带这个用户手册。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我推荐你下载第一个安装程序，因为它里面包含了这个用户手册。我们点击下载，好，我们点击打开，同样选择这语言，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然后点击确定。好，这就是它打开的这个软件的界面。如果要编辑某一个音频文件的话，我们只需把这个音频文件拖进去就行了。如果你要编辑这个音频的文件的某一部分的话，我们只需把鼠标放上面，然后按住鼠标左键，然后拖拉就行了。选择以后，我们点击上方有一个剪切、删除或者创建副本等。如果你要使用这个软件来进行录音的话，你只需要把这个麦克风连接到你的电脑上，然后点击上方这个红点，然后就可以开始录音了。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3款软件，就是这款 ActionView。这款软件是我目前发现的最好用的且完全免费的图像编辑器。它支持所有目前主流的图片的格式，不仅可以快速编辑查看我们的图片，同时还可以支持批量这个处理这个重命名，还有批量处理转换这个图片的格式。好，我们现在去下载，给大家演示一下吧。我们点击上方的下载，然后选择下方的一个标准的或者这个扩展版本的。因为第一个最小的版本的话，它只含有英语或法语、德语，这个就不适合我们了。我们选择后面2个，你可以选择标准的或者扩展版本的。扩展版本它是涵盖了所有的这个插件。好，这里我就选择他们的扩展版本的。我们点击下载，点击开始下载。好，我们点击打开，然后进入以后，它有一个设置这个语言的向导，然后我选择这个中文了，因为它里面它涵盖很多这个语言类，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比如说我要编辑这个图片的话，我只需要把这图片拉进去就行了，然后双击打开就行了。然后上方都是它的工具条。如果你要调整这个图片的这个颜色的话，我们点击上方这里有一个调节亮度的图标，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推拉这个进度条、亮度进度条来调节这个整个图片的颜色或对比度。这个有点类似于 Photoshop 的功能了。左边是原图，右边这是效果图，它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确认就行了，它会变成另外一种风格的模式。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4款软件，就是这款 Sketchbook。这款软件是一款完全免费并且非常专业的这个创意绘画工具，可以用于任何的广告素材的设计。目前这款软件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它里面有包含190多个这个可自定义的这个画笔，
你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图层来构建这个图形，并且这款软件对这个图片类型的兼容性也是非常高的，甚至它可以和那个 Photoshop 的 PSD 格式的文件完全兼容，支持各种系统的这个电脑、手机以及和 iPad。如果你是一个绘画爱好者，可以随时随地的捕捉你的创意灵感。如果你是绘画或者素描的爱好者，那就赶紧收藏这个软件吧。这就是它打开来的界面，这个界面非常的简单、简洁明了，但是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向导工具，它可以教你如何来做图来使用这个软件。在这里可以大家选择这个你的画笔或者调色盘。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5款软件，就是这款 Captura。它是一款完全免费且开源的这个电脑录屏工具。它不仅支持这个屏幕的录制，同时也支持这个对摄像头的录制。我现在做视频的这个录屏工具就是使用这款这个 Captura 的。我现在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的功能。第一个图标是仅录制这个音频的，比如说你只需要录制这个麦克风的声音，那你就选择第一个。第二个是全屏录制，它也支持这个分屏，比如说你有2个屏幕，你就选择第二个。然后第3个是对单屏幕的录制，它也是支持全屏录制的。第4个是指定的窗口，比如说你要录制这个某一个软件窗口或者浏览器窗口，那你就选择第4个。第5个是通过选择这个区域来进行录制的，比如说你要录制电脑屏幕上某一个区域化，然后你可以通过拖拉这个虚线这个边框条来确定你要录制这个屏幕的大小。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录制游戏的，如果你要录制这个游戏的画面的话，你就选择第6个。如果你在寻找一款功能非常强大且完全免费的这个视频播放器的话，那么这款韩国出品的这个 KM Play 视频播放器将是你的首选。这款视频播放器它可以播放目前世界上所有格式的视频，不再需要你安装其他任何的转码器。这款功能非常强大这个 KM 播放器是目前唯一可以完美播放这个 4K、8K 和 UHD 等高品质这个视频的播放器。这款视频播放器的这个界面非常简洁大方。如果你需要其他的功能的话，你可以点击这播放器左边这个按钮，然后里面有其他的各种功能。比如这里可以设置视频的这个亮度或者对比度、饱和度等，下方还可以添加这个视频的字幕或者下载字幕的，同时可以使用它里面的滤镜功能。这款视频播放器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没有任何的广告，用起来非常的舒服。如果你想更加全面的了解并诊断你的电脑的相关的硬件的信息的话，那么我推荐使用这款 Professional System Information and Diagnosis。这款软件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好，这就是它打开的界面。它上方显示我这台电脑的这个当前的 CPU 和 GPU 的这个情况，然后左边就显示着我电脑这个处理器，还有这个主板、内存等相关的这个硬件信息。如果你要对你的电脑的硬件的信息生成一个报告的话，你可以点击上方一个 Report， 然后点击创建，然后把它生成到桌面的话，你可以点击桌面。那这里输入一个文件名，比如说硬件，点击保存。然后左边选择这个输出的格式，比如说我选择这个 TXT 的版本的，我选择第一个，然后下一步，然后选择全部行了，点击完成，它整个这个报告就会已经输入到这个 TXT 文档里了。如果你想足不出户就可以观看世界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等，那么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谷歌地球就可以帮你实现。我们现在直接启动谷歌地球，这就是谷歌地球这个软件安装以后的界面。比如你要看哪个地方，我们只需要在这搜索栏里输入这个地址，比如说我这里输入这个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然后点击搜索，这样的话它就会从地球上空一直拉到这个埃菲尔铁塔下方。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鼠标来控制这个不同的街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滑鼠一直把它拉到这个街道上方。可以往前走，同时这个谷歌地球也支持这个视频录制功能。如果你要录制视频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一个工具，然后点击这个视频制作，选择这个视频的大小，比如说你要选择1080或者720的，然后点击录制视频，然后它就会开始录制了。接下来我们就说下第9款软件，就是这款 Notepad++， 它是完全免费的这个代码编辑器。这款软件启动起来非常快，而且占用这个电脑的内存非常少。不管你拿它来编辑这个源代码或者编辑文本等，都非常的好用。如果你在寻找一款不仅打开速度快，而且又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隐蔽性的浏览器，那么这款 Brave 浏览器将是你最好的选择。这款浏览器也支持跨平台的，不管是 Windows 还是苹果电脑都支持，当然也可以在手机和 iPad 上使用。虽然说谷歌和火狐浏览器可以开启无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是无法隐蔽你自己的真实的 IP 地址的。
因为 Brave 浏览器上支持启用这个洋葱浏览模式，可以让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痕迹的安全上网。Within the maze, within, I ain't nobody perfect.